你听过真正的鬼故事吗？小美从小就有双能看见鬼魂的阴阳眼，每天一到深夜，无数冤魂就会来到她身边，向她详细讲述着自己惨死的经历。刚开始，小美每天都会被吓得半死，直到有一天，她似乎找到了财富密码，于是她把冤魂们的故事全部都用漫画画了出来。果然，凭借着逼真的故事情节，还有她独特的画风，让她的作品瞬间爆红，成为了最有名的恐怖漫画作者。这天已经到了凌晨时分，小美将最新一期的漫画作品《黑色面纱》发给了杂志社的主编王姐。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漫画中的故事情节跟她现在做的事情竟然一模一样。然而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更是让她感到后背发凉。漫画里一个小女孩有个毁容的母亲，面相看起来非常吓人。正因为如此，女孩从小到大就受到别人的排挤，身边的同学更是怒骂她有个怪物母亲。长期被嘲笑的她恨透了被毁容的母亲，不仅在合照中涂掉了母亲的脸，并且在下面写上了恶毒的话，诅咒母亲去死。当母亲无意中看到这段话，悲痛欲绝的她选择了上吊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刚好女孩遇见了这一幕，起初她还跑过去想救下母亲，然而下一秒想起了旁人和同学们怒骂她的那些难听的话，竟然慢慢的松开了手，眼睁睁的看着母亲断了气。而这个小女孩就是如今杂志社主编王姐。她慌乱地拿起电话打给小美，质问小美为什么会知道母亲的死因，因为当时只有她和母亲在场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灯光突然熄灭，四周的窗帘自动关上，她急忙拿起一把小刀防身。可诡异的是，电脑里面的漫画和她的动作完全一样。就在她惊恐之际，母亲当年痛苦的哀嚎声从身后传来。就在她转头的一瞬间，第二天，警方接到报案，来到现场调查。可奇怪的是，经过查看监控，案发现场并没有第二个人，凶器上也只有王姐一个人的指纹，案件只能初步判定为自杀。然而，警方在查验电脑的时候发现，王姐的现场死状竟然和电脑中小美的漫画一模一样。于是他们找到小美，质问小美为什么她的漫画里的故事和王姐现场的死状相同。小美告诉警察，漫画只是她虚构的，这些故事都是她梦中的场景而已，并且小美有不在场的证明，警察也只好作罢。等他们走后，小美仔细地看了发给王姐的那幅作品，难道冤魂们讲的故事都会变成现实？小美心中感到非常的不安，于是她打开了下一个作品的文档，这是一个关于收尸人的故事，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就在今晚的凌晨4点。午夜11点，收尸人老王正准备处理刚收来的尸体，可不管他怎么用力，就是恢复不了尸体原样。于是他喝了口酒壮了壮胆，准备强行把尸体掰开。突然，房间里的灯光开始闪烁，等他一回头，发现尸体竟然翻身了，这把他吓得半死，只好用毛巾盖住对方的脸。就在这时，桌子上的平板自动解锁了，里面的漫画也自动播放起来。当他看到其中的故事情节后，顿时傻眼了，里面讲的正是自己的过去。几年前，收尸人的老婆重病卧床，吃喝拉撒全由他照顾，整整5年他没有睡过一天好觉。这天，他又看见妻子从床上摔了下来，但这一次他并没有上去帮忙，他已经受够了这样的日子，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停止了挣扎。然而就在准备火化妻子尸体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妻子眼皮在动，原来他还没有死。可丧心病狂的男人竟然只走了助手，然后拿起一条白布，死死地勒住了醒来的妻子，把她活活勒死了。看到这里，收尸人彻底被吓傻了，他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会有人知道。就在这时，停尸房的门突然关上，旁边的柜子冒出无数鲜血，一个柜门突然打开，吓得他瘫倒在地，眼看已经逃不出去。老王拿起铁锤慢慢走向柜子，还好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但下一秒他就被拖进停尸柜，然后一具全身缠着白布的尸体飘到他的面前，借着无数白布把他死死缠住，就像他当初对待妻子一样。幸好小美及时赶到，把他从柜子中拉了出来。原来小美害怕漫画中的惨剧再次上演，及时赶了过来。然而被救下的收尸人竟然自己扭断了脖子。与此同时，警察阿伟跟助手根据漫画内容赶到了这里。此时的收尸人已经断了气，案发现场没有第三个人，小美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2起案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完全和她的作品重合，所有证据都指向小美。在铁证如山的逼问下，小美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其实她并不是漫画的原创，是搬运了一个小女孩的作品。
5年前的小美刚刚开始创作漫画，可因为故事情节过于简单，她的漫画作品一次次被出版社退稿。就在小美心灰意冷的时候，她遇见了收尸人的女儿小雅。自从妈妈死后，小雅就开始精神失常，不停在小区的墙上疯狂作画。有一次竟画出来邻居家的小女孩惨遭车祸的事，然后那个小女孩真的出了车祸，从此小雅就被视为怪物灾星。那时只有小美真心对她好，就这样他们成为了彼此唯一的朋友。小雅的恐怖漫画自然成为了小美的搬运对象。可几天后，小雅家里突然发生了火灾，从此她就再也没有见过小雅了。小美带着阿伟来到了小雅以前的家，进去以后看到电脑上有一幅画，难道小雅真的回来了？回去的路上，小美跟阿伟正在餐厅吃饭，突然她收到了小雅的短信，约她见面。于是小美不顾阿伟的阻拦，开着阿伟的车赶往约定的地方。等到阿伟赶来，发现车里只剩下手机，小美不知所踪。她连忙打电话给助手小帅，说嫌疑犯跑了，让他赶紧来帮忙。而助手却说犯人是不是从饭店逃跑的。等阿伟挂断电话，突然意识到助手怎么会知道是在饭店逃跑的。而此时的小美就在助手的车子后座上。助手为什么要绑架小美？因为他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，男人不小心开车撞倒了一个小女孩，他连忙伸出手想要营救。可就在这时，女朋友打来电话，说家里已经同意了他们的婚事。听到这消息，他慢慢地松开了女孩的手，眼睁睁地看着小女孩死在自己面前。没想到多年以后，他竟然当上了警察。本以为自己做的事可以瞒天过海，没想到6年后被人写进了漫画里。这就是小帅那段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他把小美带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，并问小美为什么会知道当年发生的事。可小美却说不关她的事。恼羞成怒的小帅举起斧头就要砍下去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当年小女孩的求救声。就在他转过头时，当年被他撞死的小女孩就出现在眼前。阿伟赶到时，小帅已经坐在角落，拿枪对准了自己。阿伟慢慢靠近，试图说服小帅不要做傻事，却不知道是小女孩控制了小帅的手。下一秒，枪声响起，小帅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助手的死对阿伟的打击非常大，这种反科学的案件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。于是他决定从漫画的源头开始调查。这一查可不得了，原来和漫画内容重复的远远不止这几起案件。他觉得小美隐瞒了什么，于是他就开车前往小美的家里。与此同时，小美收到了一个邮件，原来是她自己的故事。当年小雅的母亲去世之后，她的父亲只要看到她的脸，就会想到死去的妻子，所以父亲就把她关进了停尸房。从那以后，小雅便有了和鬼魂沟通的能力，而鬼魂每天都会跟她诉说自己的故事。从此，小雅的精神就开始不太正常，她把所有听到的故事都画了出来。后来，她遇到了走投无路的小美，两人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。当小美知道小雅能和鬼魂沟通的秘密后，她就每天逼迫小雅画画，然后涂上颜色，变成自己的作品拿去投稿。果然深受读者们的喜爱。最后，她做的这些事情被小雅知道，她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家和漫画。因为这些故事一旦公开，冤魂们就会出来找仇人索命。但这时的小美已经走火入魔，为了保住漫画的原稿，最终她亲手掐死了小雅。在那一刻，小美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小雅把阴阳眼传给自己，这样就不怕没有创造灵感了。如她所愿，小美继承了小雅的阴阳眼，每到深夜就能听到冤魂们跟她讲故事。很快，阿伟赶到了小美家，看到了电脑中的漫画，知道了事情真相。他找到了小美，两人见面就开始打斗起来。阿伟叫小美回头是岸，而小美却回过头说：“难道你自己也不一样吗？”阿伟慢慢回过头，在墙壁上看到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当时阿伟已经夺过了助手的枪，可却失手，不小心打死了他。然而他害怕丢掉工作，制造了助手自杀的假象，而这一切都被小美看在眼里。恼羞成怒的阿伟想要杀人灭口，可此时助手的鬼魂却突然出现，然后抓起阿伟的手。其实鬼神并不可怕，有的时候人心反而更加可怕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